有个老太婆在我家粥店白吃白喝了2年的早餐。有一天，她因为起晚了，没吃到豆腐，砸了粥店。事后，她儿子不仅不道歉，还反找我家要钱，说是赔偿老太婆的精神损失。当晚，我就揣着菜刀敲响了她家门。我家是开粥店的，赚辛苦钱，兢兢业业地经营了许多年，在街坊中口碑很好。这些顾客中有一个老太婆，每天都要来吃一碗豆腐脑，从来不给钱。刚开始只是偷偷摸摸，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逃单。后来发现妈妈懒得和她追究，索性光明正大，吃完就把碗筷一扔，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有时候甚至会顺手一盒纸巾。我和妈妈提过很多次，妈妈却说算了，她一个老奶奶能吃多少钱，就当做好事了。于是她在我家吃了2年半的霸王餐。这个周末，我像往常一样来店里帮忙。早上8点钟，正是人多的时候。今天的生意格外好，我忙得脚打后脑勺。热闹祥和的氛围中，却突然炸起一道刺耳的咒骂：我豆腐脑怎么没了？我抬眼一看，就是那个老东西，他正一手拿碗，一手拿着长勺，敲着已经空掉的铝锅。豆腐脑没了，我吃什么？我吃什么？食客们的目光纷纷被吸引过去，议论纷纷。他丝毫没有觉得羞耻，把碗一摔，走到客人中间，看人家碗里的东西，嘴里嘟囔着：你有，你也有，你也吃我豆腐脑。他牙掉的没剩几个，说话漏风，唾沫飞溅。有几个客人已经皱起了眉头，这样下去肯定影响生意。妈妈赶紧过去安抚，却没想到这一理他更来劲了，3步并作2步的走到收银台，拍着桌子问：你怎么不知道给我留一碗豆腐脑？我每天都要吃的，你不知道吗？妈妈说今天人太多了，你来的又晚，一不留神就卖光了，要不你明天来，我肯定给你留一碗。明天来？那我今天吃什么？我不管，你给我弄一碗。妈妈很为难，真的卖光了，要不给你盛碗皮蛋瘦肉粥。老太婆一下子激动起来，抓起手边的招财猫往地下狠狠地一砸。我牙都没了，让我吃粥？怎么吃？你安的什么心？我再也忍不住，冲上来挡在妈妈身前。老东西，给你脸了是吧？爱吃不吃，不吃就滚。你个小年轻，对老人有没有礼貌？我于是很礼貌地问：那能不能请你现在去死啊？他指着我的鼻子，手指直打颤：你。我笑：够有礼貌了吧？你要死的时候通知我，我多送2个花圈。他抡起巴掌要打我，我一仰头就躲过去了。眼看着事态就要升级，妈妈叫住了我，让我去后厨帮忙，却没想到我这一走就出事了。前后也就3分钟的功夫，我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我赶紧跑出去，看到老太婆在大厅撒泼。她走到旁边的餐桌，伸手一扫，瓶瓶罐罐全部砸到地上，调料立刻在地板上形成了一汪浅薄。邻桌的食客避让不及，连人带凳的摔倒。老太婆不管不顾，嘴里还在咒骂：我让你欺负我，让你欺负我。妈妈赶紧去拉，却没想到老太婆力气出乎意料的大，一把把她推倒在地。我耳边响起轰的一声，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冲到了脑子里，神经突突直跳。我立刻冲了过去，指着老太婆吼道：给我滚！老太婆愣了一下，随即扯起嘴角笑：你敢打我吗？你敢碰我一下吗？她指着自己的头顶：来啊来啊，有本事打我啊！她一副巴不得赶紧讹上我的样子。我气得浑身发抖，竭力忍着打她一顿的冲动，准备把她轰出去。刚要动手，人群中有个叔叔提醒我说：不要碰她，一碰她就会倒下去赖你。闻言，她立刻变了脸色，咬牙切齿的，好像在怪那个叔叔坏她好事。我把妈妈扶起来，然后摸出手机报警。在等警察来的时间，我们一时之间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他又开始撒泼，把瓶瓶罐罐全部扫到了地上，然后朝餐桌上吐口水，接营业执照。我挡在他跟前，他竟然拿我的手去打自己。打我打我打我，打死我！他揪着我的胳膊，对着人群大喊：快看啊，有小畜生打我，大家都过来看看，这个小畜生真不是人。这下哪里还做得了生意？食客全跑光了，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好不容易挣脱了，那老太婆又打上了桌子的主意。她冲到一张桌子旁，用力的一掀，哗啦一声，桌子被她掀翻，客人没吃完的白粥也洒在了地上，满地的狼藉。她回头对我笑笑，又走到下一张桌子前，如法炮制。没想到这一次，她踩到了一个茶叶蛋，咣当一声重重的摔倒。人群一下安静下来，过了很久，她都没动静。在我怀疑这老东西是不是摔死了的时候，她哎呀哎呀的惨叫出声，好像没力气爬起来了，躺在地上不停的哭嚎。我都一把岁数了，还抢我早饭吃，你们这些天打雷劈的，死后都要遭报应。他躺的位置正是大门口，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我有点嫌丢人，想拉下卷闸门，现在也没办法。还好，警察终于到了。了解了基本情况后，警察皱着眉对地上的老太婆说：“你快起来。”老太婆表情痛苦，也不像是演的，哼哼唧唧地说：“起不来，我腿摔断了，哎呦，让他们赔我钱，我都要被气笑了。你在我家白吃白喝2年多，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倒好意思要医药费。”他一把拉住我的裤腿：“我不管，你就要给我钱，不给我就不起来。”我问警察：“他这个都算敲诈了吧？够不够判刑的？”警察叹了口气，左右看看，低下头小声地说：“哎，毕竟他年纪大了，我们也不好拿他怎么办？这种情况能调解，还是以调解为主。”我说：“年纪大就可以这样惯着他？凭什么啊？”警察蹲下身，好声好气地对那个老太婆说：“老人家，你先起来，有什么事情，我们坐下来慢慢地说。”老太婆眼睛一闭，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警察又道：“人家好心好意，喂你吃了2年多早餐，再怎么说也不能闹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人家开个早餐店不容易的。”我呸什么好心好意！老太婆大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吃他多少钱？再说中国人都尊老爱老，这是传统美德，他敢收我钱就是背叛祖先。”警察也无语住了，完全沟通不了。我从他包里翻出老人机，找到了被注为大儿子的联系人，打了过去。半天没人接，连着打了好几通，才终于接通。搞什么？那头很不耐烦，背景吵闹，能听到麻将机的声音。我说：“你是他儿子吗？”那头愣了一下，问：“你谁啊？你妈在我家店里撒泼打滚，你过来处理一下。”那边好像松了一口气，不耐烦道：“不来不来，忙着呢，我碰。”我说：“你妈要死了，你也不管。”他说：“死了就死了，你们找个地方埋了，怎么又点炮了？操！”嘟嘟嘟，电话被粗暴的挂断，一阵忙音。我人傻了，再打过去，已经没人接。最后还是警察打了120，4个人合力把老太婆送去了医院。本来我以为这件事就要这么告一段落，没想到第2天，店铺的房东忽然打电话，让我抓紧过去一趟，说我妈妈又被人欺负了。我闻言赶紧请了假往家赶。远远的就看见我家粥店门口围了一大圈人，挤进去看到一个穿着花衬衫、剃着青皮的小流氓，坐在我家大门口，举着喇叭喊：“大家都过来评评理啊！昨天我妈在店里摔倒了，骨折了，现在还在住院呢，然后他家现在1分钱不给，这像话吗？我妈都70好几的人了。”妈妈去抢他的喇叭：“你们家人怎么一个都不讲道理？道理？”他揪着我妈的领子，狠狠的一推：“我老娘在你店里摔倒了，你赔钱，这就是道理！”我冲出去，一脚踹在那流氓的后脊，把他踹了个狗吃屎！你再碰我妈一下试试！他爬起来，举着喇叭就朝我头顶砸过来。很快的，我们就扭打在一起，双方都没占到便宜。我挨了几拳，他眼睛青肿。不知道是谁报警，警察到了。他一看到警察，竟然比我还积极，猛地窜起来，揪着警察的衣袖：“警官，你可要给我们家做主啊！他们一家把我老娘都打进医院了。”警察是之前的那位，知道事情的原委。闻言，眉毛一皱，呵斥道：“什么打进医院？明明是他自己摔的。”谎言被当面揭穿，流氓却也面不改色。不管怎么说，都是他们的错。我老娘在他们家店摔倒，他们就要负责到底。他掏出一沓报告：“你看医药费加精神赔偿，一共8万8，快给！我老娘还等着做手术呢。”朝我伸手：“快点！”我刚才爬起来，顺手捏了一块石头在手，一下砸过去。“给你！”他痛得大叫，刚准备还手，被警察呵斥住了。他冷笑着点头：“好好，你不给是吧？那我就天天来，你们家的生意别想做了。”放完狠话，扭头就走。门口的锅正在熬南瓜粥，那流氓呸的一下往里面吐了一口唾沫，一锅好好的粥全毁了。他们，妈妈捂着心脏喘着粗气，也太欺负人了。晚上，妈妈在房间里半天没有出来，我知道她正伤心。爸爸去世的早，是妈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供我吃喝，上大学。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妈妈从来没在物质上亏待过我。这其中的辛苦，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记得小学2年级的时候，放学回家，发现家里面坐满了亲戚，他们用很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明所以，问妈妈，妈妈只是轻轻地说：“以后你要好好的听我话。”那天后，我才知道，爸爸出了车祸，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肇事司机家属和我家扯皮，赔偿款总是拖着不给，工作和官司分身乏术，妈妈被单位辞退。至暗时刻，妈妈却没掉过一滴眼泪，一个人操办完葬礼，一个人和司机家属对簿公堂，一个人起早贪黑的创业，生活渐渐的有了起色。妈妈眼角也爬满了皱纹。大学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她破天荒的喝了很多酒，抱着爸爸的相片又哭又笑。那一刻，
我好像看他坚强的面具揭开了一道口子，他终于肯对自己施恩一次，尽情地宣泄自己的委屈和孤独。年幼时我就明白，妈妈并非无所不能，只是不允许自己软弱。如今我已经长大，那我就将是你最坚硬的后盾，妈妈。我拎着菜刀出门，刚走到单元楼门口，迎面撞到邻居李爷爷。他大惊，一把拉住了我：“你要干嘛去啊？”李爷爷从小看着我长大，在爸爸离世的这段时间，对我没少照顾，几乎和我亲爷爷没啥两样。我对他自然也没什么隐瞒的。爷爷，妈妈被人欺负了，我要给他报仇，您一定不能拦我。胡闹！他一把夺下了我的刀。我就是因为这事来找你的，就知道你会冲动。你好不容易考上了重点大学，眼看着就要毕业了，现在去砍人，你和他一个混吃等死的小混混，亏不亏啊？你妈妈可就你一个儿子，你要是出个什么意外，你让你妈妈怎么活？我骤然冷静了下来。那怎么办？总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吧？仇当然要报，但是李爷爷指了指头脑，得用这个。他拉着我回家，到我家说：“我教你一点社会上的套路。之前我办过一个案子，被告打破了原告一个价值10万的古董，但那个古董其实是赝品，实际价值到不了2000，可法院还是判被告赔偿10万，因为被告是花了10万的真金白银买的，赔偿金额和物品的真伪无关，而取决于物主的实际损失。您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喜欢砸店吗？”李爷爷笑了一下：“那我们就找个贵点的东西让他砸。”果不其然，第二天那家人又来了。老太婆坐着轮椅，腿上打了石膏，也不知道是真断假断。我希望是真的。他儿子推着轮椅，表情看上去挺自豪的，好像他妈瘫痪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都说了，不给钱就别想做生意。小混混一屁股坐在我家门口，把我说话当放屁。他顺手拿起锅勺，敲着锅对店里的食客喊道：“位位都别吃了，今天不做生意了。”他不知道，这些顾客都是我们的人。大家表演得相当自然，纷纷放下筷子，问我妈妈：“怎么回事啊，老板？怎么回事？”小混混接口道：“他们把我老娘腿摔断了，还不赔钱？哟，这么过分？真看不出来啊，这老人家看着都80多了吧，不给钱怎么说得过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拱火。老太婆一看现场全是自己的粉丝，当场表演起来。他们家太不要脸了，母子2个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老骨头，要不是我儿子，我现在委屈都没地方说去。他边哭嚎边抹眼泪，大家都来给我评评理啊！小混混以为自己大势已到，更加得意，没什么好说的，赔钱。朝我伸手的同时，压低声音，用只能我们2个听到的音量说道：“听说你还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书读的这么多有什么用？今天就好好的给你上一课，嘿嘿。”我后退一步，我就是不给，你能拿我怎么样？不给！小混混扭头对人群大喊：“他们家想赖账！”大家相当配合。哇，现在可是法治社会，还能允许发生这种事？那他们没钱也没办法。怎么没办法？要是我就把他们店砸了。砸店？可是要赔不少钱吧？这些锅碗瓢盆能值几个钱？自己妈都被欺负了，还不出口恶气？然后所有人一起看着小混混，他不会不敢吧？小混混被激得脸色潮红，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折刀，唰的插在桌子上。我今天可是带刀来的，老子就没在怕。说着，他一脚踹倒了椅子。给钱不给钱，别想做生意。我说要钱没有，要命不给。不给我就自己拿。他笑嘻嘻的把桌上的碗筷一件一件的扔到地上，心疼吧？看着自己的家业被这样糟蹋。我紧咬牙关，倒不是真生气，而是我快笑场了，嘴角比 AK 难压。他终于拿到了关键道具。我说：“喂，别碰那个，这个杯子对我很重要。”他看了看，不就是一个破茶杯？对你很重要啊，想要？他伸手递过来，求我就给你。我沉默着佯装去接，在快交接的一刹那，他松手，茶杯在地上4分5裂。哈哈，我就砸了，你气不气？我也跟着笑，真的憋不住了，笑了好半天，擦擦眼泪。你完蛋了，这个杯子我花了50万买的。啊！我伸出5根手指，重申50万买的。你放你妈的屁！一个破茶杯50万？他说你耍猴呢。李爷爷从人群中走进来，掏出借据，啪的拍在他面前。认识字吧？看清楚了，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小智用房子做抵押换我这个宋代茶杯。这玩意儿是古董。小混混脸都绿了。古董你放店里当酱油瓶？我说你管得着吗？他还是不信，捡起碎片反反复复的看，根本不是古董，上面还有2维码。我掏出手机一扫，结果显示是唐代的，更值钱了。我说。李爷爷一拍大腿，那我卖亏了呀，我应该卖你80万。我说可不是嘛，
我还捡大漏。小混混打断我们爷俩的一唱一和，拿我当傻逼是不是？谁家古董上有二维码，这是假古董。我说我就乐意假货，你管得着吗？别废话，赔我50万。放屁，这玩意儿我去菜市场50能批一摞。他抓起折刀，恶狠狠地，小兔崽子，你想给我设局？还嫩了点。小智，他拿刀了，已经对你构成生命威胁。李爷爷冷冷的一笑，你现在把他打死了，都算正当防卫。我点了点头，去店里拿了一根铁棍。我来告诉你，读书多有什么用，就是能把你这种傻逼当猴耍。然后一棍敲在他胳膊上，我让你装。他疼得当场趴下，我顺势踩住他的背，反拧他胳膊。昨天你就是用这只手推我妈妈的吧？我用力的把他胳膊掰直了，你该死！一棍砸下，砰的一声，实心的铁棍结结实实的砸在他的小臂上，没有传来想象中骨头碎裂的手感，倒是巨大的回震，震得我差点脱手。短暂的寂静之后，小混混爆发出惨烈的叫声，啊！后知后觉的老太婆也紧随其后，扯着嗓子喊道：救命啊！杀人了！没有人理他。我嫌小混混太吵，拽下他的鞋子塞进他嘴里，然后重新找了个角度，又是一棍砸下。这次手感对了，小混混疼得整个身子挺起来了，额头上布满豆大的汗珠。我冷眼看着他像条蛆似的在地上滚来滚去。你完了，你完了！他喘着粗气，你敢打我，我要你好看！我扬了扬铁棍，另一只手也不想要了。他立刻闭嘴。不明真相的路人帮忙报了警。同一个警察3天来了3次，和我们都混熟了，什么情况都没问，皱着眉呵斥小混混。昨天不是让你消停点了，怎么又闹事？小混混艰难地爬起来，拉着警察的衣服说：警官，这次是他们先动的手，你看我手都被断了。小混混满脸都是汗，在地上滚得全身是灰，左手耷拉着，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你又在胡说八道了。我笑，明明是你要捅我，然后又没打过我。你撒谎！老太婆拍着轮椅扶手，激动得差点站起来，指着我，眼神狠厉，吐沫飞溅。你动手打人，还撒谎，你这么不要脸啊！我蹲下来，盯着他满脸皱纹的丑脸，笑呵呵的。老东西说的哪里话？论不要脸，在场的各位有哪个是你的对手呢？我抬头看了看天，我说最近怎么都不下雨了？原来是你给整无语了。老太婆听不懂谐音梗，指着我的手指疯狂地颤抖。你！我一口吐沫吐了过去。他愣住了。警察觉得两边说的都不可信，要看监控。我家监控没有声音，只有画面。于是警察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小混混推着老太婆，耀武扬威地出现在我家店门口，然后当着我们的面把我家的东西一件件地扔到地上。他嚣张跋扈的神情和我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警察看到这里，已经甩开了小混混，拉着他的手。后面当小混混掏出折刀的画面出现时，警察点了暂停，问他：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他急了，我就是吓唬他，结果这小子直接把我手打断了。不信你问他们。于是吃瓜群众纷纷踊跃发言：你都把人家店砸了，人家还不能还手？就是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你这么欺负人的。小智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不仅孝顺，学习成绩还好，要不是被逼急了，怎么可能还手吗？小混混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你们刚才不是这么说的。老太婆最先反应过来，你们是一伙的，你们合起伙来骗我。我冷笑，骗你什么了？是我拿着他的手砸店，还是跪下来求他讹我了？怎么豆腐都有脑子，你没有啊？好，小混混也算明白过来了，今天算我栽了，我迟早要把这个厂子找回来，我们走着瞧。他想走，我揪着他的脖子把他扔在地上。想跑？你不会真以为这50万你不要还吧？后来警察在现场对着2个人一顿科普，终于让2个法盲理解了这50万债务的合理性。没钱我没钱，老太婆当场从轮椅上滑到地上，撒泼打滚，把我杀了也没钱。我说你没钱没事，我找你儿子要，反正是他砸的。小混混听见，撒丫子狂奔，速度之快，苏炳添见了都要说一声佩服。我一时之间甚至没反应过来，只能指着地上的老太婆，冲着她的背景喊：喂，你妈不要了啊！跑得了和尚又跑不了庙。我回头对着叔叔阿姨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大家的支持，妈妈已经去买菜了，请大家中午都来我家吃饭，响应者慎重。李爷爷笑着撕掉了借条，拍拍我的肩膀，放手去干，我们给你撑腰。报复的事情我等了3个月，原因有3，其一就是我是天灵元年后的大学生，毕业论文改了15遍才压着线过了查重。其二是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如果用常规手段的话，这母子俩不可能吐出这笔钱。
其三是我在调查他们家背景的时候，发现了一件震碎我三观的事情。20年前，老太婆的儿媳妇生了一个女孩，致使老太婆抱孙的愿望落空。于是她趁人不注意，在半夜把女孩抱了出去，扔在了冰天雪地里，至今生死未卜。20年前，各种刑侦手段还不够先进，再加上没有人证物证，老太婆迟迟的没有被定罪。倒是女孩妈妈从此思女心切，精神失常，后来把一个石队看成女儿，从桥上跳下去抢，一头摔死了。老太婆丧事当喜事办，逢人就说老天爷这是可怜他们家，才送走了这个赔钱货。然后这个老太婆就住着儿媳的房子，花着儿媳的遗产，过着自由自在的小日子。要是我外甥女还活着的话，也该有你这么大了。女孩的舅舅看着我，眼眶发红。女孩的爷爷奶奶前几年也相继离世，记得这些事的人越来越少，她自己也有家庭要养，有心为妹妹讨回公道，但分身乏术。旧事重提，揭开了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压抑起来。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棋牌室的老板，小混混欠了他不少钱，又没能力偿还，然后他就想着从女孩舅舅这里要点补偿。现在看他这个样子，也是不打算要债了。操，这个老东西！老板把香烟狠狠地戳进烟灰缸，用力的碾灭。老子也有一个女儿，平时最听不得这些东西，干他！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对策，商量到后半夜，第二天凌晨才离开老太婆的老家。一夜没睡，但精神抖擞。干他娘的！第一个登场表演的当然是我。我叫上几个1米8的发小，跟着我一起去了老太婆家。她正坐在轮椅上吃饭，晒着阳光，吹着微风，好不惬意啊！我上去一脚踢飞了她的饭碗，你吃个屁吃！汤汤水水洒了她一身。她盛怒大叫：你干什么？我掏出法院的判决书，你老年痴呆了吗？我要债来了，我干什么？周围人都被吸引过来，她诱人来疯，眼睛一闭，头一扭，不知道，看不见。我管他真瞎还是假瞎，带着人就去他家搬东西抵债。家里还真没几个值钱的东西，一个小电视机，2手旧冰箱，一坛腌咸菜，寒酸的嘞。我大手一挥，搬走。老太婆急得差点跳起来，干什么，不能搬来人啊，抢劫啊！周围都是吃瓜群众，但这老太婆的人缘实在太差，大家都在看热闹，一个帮她说话的人都没有。没有人帮她，她使出自己的成名绝技，往门口一躺，耍赖，有本事你们就从我身上跨过去，跨过去。我们几个来来回回的在她身上跨了好几遍。其中一个发小贪玩，抱着电视机在她头上做深蹲，吓都吓死她。老太婆没辙了，瘫在地上哭天抢地，没人理她。吃瓜群众问我们有什么过节，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大家竟然一点不惊讶，都说这是她家能干出来的事情。东西我当然懒得搬回去，这样对她打击就太小了。我们全堆在门口，然后当着老太婆的面一件件的砸了。你砸我的店，我砸你家，很公平吧？砰！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一件件的在她面前粉碎。负责记账的发小催促道：这才几个钱，你们多砸点，零头都不够。我于是回头又从她家端了几件厨具出来。老太婆气得脸都绿了，拉着我的裤腿不让我走。我说把她也端走。于是2个发小一左一右的抬着轮椅把她端到了旁边。刚放到地上，她又划着轮椅要过来阻拦，发小就把她2个轮胎下了。这下终于老实了，坐在原地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把她家搬空，嚎叫发疯，咒骂吐口水，屁用没有。整整砸了1个小时，一算账才砸了3万块钱。我擦了把汗，问你家东西怎么和你人一样贱呢？忽然又心生一计，对着围观群众说：大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看上什么东西尽管拿，我请客。哗的一下，群情沸腾，大家一窝蜂的冲进他家。要不还是老年人了解老年人呢，我们这些小年轻就知道盯着家电号。殊不知那些攒下来的纸盒，腌了几个月的咸菜腊肉，还有跟了自己10几年的饼干盒子，才是老太婆的心头肉。价值不高，但伤害极强，连藏在墙缝里的500块钱私房钱都被找到了。老太婆这下想死的心都有了，跌在地上捶胸顿足：救命啊，家里进土匪了，还有没有人管啊？我还没开口讽刺，一个阿姨冷笑着说：你还贼喊捉贼，你平时趁我不注意拿了我多少腊肉？一言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附和：就是，他还偷过我的保温杯，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的呢。还有我孙子的奶粉，真不要脸，3个月大的宝宝奶粉他都偷着吃，一问还死不承认。我愕然，你还真的是一点人事都不干啊！一片混乱中，他儿子回来了，刚看到这阵仗也咋咋呼呼的，但一看到我，
明显的心虚了，还是硬着头皮胡搅蛮缠。你们再这样，我可就报警了。我扫了他左手一眼，哟，恢复的不错嘛。他后退半步，把左手藏到了身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说你报警呗，你3个月不还钱的事，我看你怎么解释。他果然一下就蔫了。文盲老太婆还在旁边撺掇，报警把他们都抓起来。我说老不死的东西，这里没你说话的份。老太婆还想和我对骂，我一脚踢飞了她家的风扇。啊，我的电风扇，好像一只看见回旋镖的狗，不过它是爬过去的。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从口袋里掏出他盘的核桃。这个人还真是割裂，明明自己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小混混，每天不是在打牌，就是在打牌的路上还要附庸风雅，学人家盘核桃。放开我的转运核桃！他大叫。我翻了个白眼，原来还是保佑自己赌运亨通的东西。我高举铁锤，作势要砸。他果然冲过来抢，发小悄悄地伸脚绊倒，然后我另一个200斤的发小装作狡猾，一屁股坐在他刚刚复原的胳膊上。啊！小混混爆发出石破天惊的惨叫，看样子又断了。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我装作不知情，扶起发小，屁股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硌得慌。他说。小混混在地上疼得直打滚，过了好一会儿才消停下来。我蹲下去拍拍他的脸，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接好的手又断了。他疼得说不出话，只恨恨地盯着我。你的医药费我都打听好了，就花了3000多，这次呢也从那50万里面扣。我说要不这样，我包个月吧，一次3000，一个月就是9万，只要5个月，咱们的钱就还得差不多了，很合理吧？你，他喘着粗气说，你不要太欺负人。我欺负人？我冷笑，你推我妈妈的时候，怎么不说我家欺负人？死老太婆在我家白吃白喝的时候，怎么不说我家欺负人？王八蛋，我告诉你，你们母子在我家做的孽，我要10倍100倍的要回来。仇恨拉满，该老板上场了。怎么这么多人？老板不愧是老江湖，疑惑的表情浑然天成，毫无表演痕迹。你怎么也来了？小混混面露难色，估计他也没想到今天讨债的扎堆的来。你欠我的8万块钱什么时候还？老板说前年拖去年，去年拖今年，能不能给个准信？他也欠你钱。我说不过你的先往后排，我这里50万呢，我先要。钱不钱的先放一边。老板斜着眼看我，我觉得你这个年轻人的态度很有问题，再怎么说我也是你长辈，就这么和长辈说话？小混混在旁边点头，没错没错。我说你以为你是谁，还跟我装起来了？老板烟头一扔，你混哪里的？一点规矩不知道。我说你管得着吗？小混混在一旁幸灾乐祸，满脸都写着打起来，快打起来。我一指小混混，这你的人？老板说对，我罩着的。我嘿嘿一笑，反手抽了一耳光过去，打的就是你的人。老板扬怒，你再打一下试试。于是我又是一巴掌，抽的小混混晕头转向，试试就试试。小东西，你再打。啪，再来。啪啪啪，再。别。小混混捂着高肿的脸，赶紧拉住了老板，再打牙都要飞了。老板叹了口气，拍着他的肩膀说，我是真没想到现在的小年轻一点规矩不讲。我冷笑一声，我明天还来，记得把钱准备好，不然再砸你家一次。回家后，我和李爷爷一直在等老板的回信，直到后半夜，那边依旧没有回复。这招能行吗？我不免心生忐忑。问题应该不大。李爷爷说，你扮坏人，他当好人，在那种情况下，混小子很容易信赖老板，后面就看老板怎么发挥了。正说话，手机响了，老板在群里发了一个 OK 的表情包，然后是好几条60秒的语音。卧槽，这小子拉我做局，他把房子和老家的房子都抵押给我了，价值200万，然后让我把家里的花瓶用200万的价格卖给他。如果一旦成功，他让你们赔200万，分我10万。你们明天去的时候当心点，别失手了。语音后面是2张借据照片，白纸黑字，还按了手印。我和李爷爷相视一笑，该收网了。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陪这家人演最后一场戏。刚到他家附近，我就感觉气氛不对。他家大门没关，母子2个一左一右的候在大门2侧，满脸热情，满眼期待，就差拿8台大轿把我抬进去了。我顿时乐了，问小混混，笑这么开心，是拿到老太婆病危通知书了吗？他一点不生气，把我请回了家，又是端茶又是倒水。小兄弟，这几天我狠狠地反思了一下，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这是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是大学生，你文化高，我们都没读过什么书。我没碰茶杯，示意他放旁边，他照做，接着说，
要是你没消气，就打我一顿出气，怎么打都行，咱们尽快的把这事解决。卧槽，你真打啊！他话还没说完，我反手就是一耳光抽了过去，啪的一声清脆响亮。我很无辜，不是你让我打的吗？他眼里的怨毒一闪而逝，随即换上一副笑脸。对，打得好，这力道这角度绝了。哎，又来，这次我打的是他的另一张脸，两边各有一个巴掌印，看起来对称多了。打得好不好？我问。好。他强颜欢笑。你要是还没消气，就随便砸，看我家哪个东西不顺眼就砸，这就急不可耐了吗？我偏不着急，指着老太婆说，我看这个最不顺眼。小混混愣了一下，陪笑，我说的是东西。我说，对哦，它不是个东西。老太婆脸色登时就绿了，又不敢发作，自己在那里生闷气。我说，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怎么办？你打他一顿。小混混舔了舔嘴唇，这……我说，你不是想让我出气吗？你打他打得越狠，我一会儿砸你家砸得越凶，怎么样？这就开始了。我话都没说完，小混混就抡圆了胳膊，啪的一下扇在老太婆脸上。这一巴掌响亮，我竖起大拇指，再来。小混混二话不说，又是一耳光。这一巴掌，孝顺我说，好样的。小混混渐入佳境，抽出手感来了。没等我让他继续，他就借着惯性甩出第三个耳光。这一巴掌，卧槽，你妈假牙飞出来了！老太婆被他宝贝儿子从轮椅上抽到地上，滚了2圈，半天没起来。怎么样，够了吧？小混混喘着粗气。牛逼！我发自内心的感慨，你真是个带孝子。那你可以砸我家了吗？他满脸期待。我真是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奇怪的要求。起身拍拍屁股，我已经解气了，不用砸了，你先把你妈的假牙装上吧。味道太冲了，我走了。他急了，拉住我的胳膊，不是，怎么能不砸呢？我都砸了你家的店。我奇怪，你不是让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吗？他说，那也不是让你现在就不计较啊。他几步冲到茶几旁的一个花瓶前，你看这玩意儿，清脆好看，砸起来肯定过瘾，不试试？我摆摆手，不了，我戒了。他满头大汗，举着花瓶往我手上递，试试吧，就一次，求你了。我说背着手后退，真戒了。他不依不饶地逼近，来嘛。我转身上楼就跑，他愣了一下，马上跟在后面追。我都感觉自己穿越到了游戏里面，身后有个举着痰盂的丧尸紧追不舍。说实话，我这辈子没被人这么追过，还是个男人。好在他的体能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几分钟就把他甩得没影了。他更急了，忙中出错，脚下一滑，咔嚓一声脆响。短暂的寂静后，我听到小混混响彻云霄的惨叫。我的古董啊！我探出头纠正，你的假古董。想了想又补充，但是真的200万。他已经没了魂似的瘫软在地上。我下楼蹲在他旁边，和他一起欣赏陶瓷碎片。200万就这么没了，啧。你一直都知道？我点了点头，笑着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我就是来玩你的。结局，老板和女孩的舅舅在第一时间拿着借据将老太婆一家扫地出门。小混混成了老赖，被限制了高消费。在一个下雪天，老太婆不知道为什么被小混混赶出了家门。本来腿就不好，冬天路滑，一个不注意摔倒在地，起不来了。街上全是人，但大家都知道他家的事迹，没一个人想上去帮忙。我也站在人群里，冷眼看着老太婆躺在地上垂死挣扎，脑海中反复地播放这样一个画面：20年前的一个雪夜，刚刚出生没几天的无辜女孩被自己的亲奶奶丢在了无人问津的雪堆里，风声如鬼嚎，星光惨淡，她宛若烛火的生命很快的便被漫天风雪浇熄。没有人在乎她的痛苦，没有人听见她的呼救。那一刻，她是否也是这般绝望？番外，老太婆死了。晚上，我和妈妈在餐桌上说了这件事，摔死的，送去医院就不行了。她儿子还想医闹，被保安丢出来了。妈妈盛汤的手一顿，过了好一会儿才嗯了一声。您还是有些不忍心？我问。也不是。妈妈摇了摇头，这件事让我想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对他好。农夫的体温永远捂不热毒蛇的血。从今以后，我还是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但也会保留锋芒。